女生超糗事件簿，这些窘境男人不懂。平口的跳到变霹雳腰包，那天的时候就觉得台下人特别热情，我愿意分享。就跳到一半，怎么有一股热流的感觉？完蛋惨了！就有个女球迷给我一个外套，真的只有女生才懂，对男生就只会在给指指点点，对不对，成哥？对。化妆卡关糗爆，把与化悲氛为力量。化妆的人一定都会遇到的超尴尬时刻，就是牙齿沾到口红。根本有的人就特别会沾，我就很容易沾到，因为我上唇比较薄，我也是所以我一很容易下哦，对门牙就是有，这就变成个人特色。很好啊。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们好。陈哥，哎，你这阵子可以帮我去接恩典下课吗？什么时候接恩典下课变成我的事了？哎，自己生的小孩自己接，还我接？我也想自己接啊，但我没有脸去学校面对老师们。来，说吧。是的，什么事？就昨天我去接恩典放学，时间有比较赶一点点，路上下起了小雨，结果恩典从学校一出来看到我就大哭。大哭？恩典说：“妈妈，你长得好像妖怪，好可怕啊！”我才发现，原来我在赶路的过程中，整个妆都被雨淋花了，2条眼线就这样挂在这。哎呦，真的跟恐怖片没两样哎！太糗了。更惨的是，被老师跟其他家长看到，超糗、超尴尬的啦！妆花了就擦干净就好了嘛，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哎呦，你们男生真的不懂呢。我们女生出门化妆是一种礼貌，不像你们男生眼屎挖一挖就能出门了。谁说的？哎，臭男生，白天不懂夜的黑。男生不懂我的悲。今天刚好邀请到5位女来宾一起来调教成不是，是教你，我们来个舞娘教子。舞娘教子，让你知道有哪些女生的尴尬，男生永远不会懂。马上来欢迎他们出场哦！欢迎首先欢迎柠檬，好美啊！欢迎赖魏如。欢迎云儿，欢迎贝通通，欢迎诗雅，可爱，欢迎5位，还有舞娘教子，对，应该是6娘吧？还有你啊？对啊，我就是老娘啊。你是大娘，对，这位大娘。我觉得要借由这个平台啊，就是让大家知道，让男生更了解女生，才会坐在女生的需要上。这是一个促进两性关系的很好的节目。站在女人的鞋里面思考。男生们不了解，女生们才懂得那些尴尬。第一个尴尬的是，服装穿搭一走光，这每一个，这个一定男生真的比较难啦。我这个经验算是我以前有参加偶像团体嘛，然后我是 AKB 出身，所以我们就是唱跳表演。我们那时候会举办一个周年演唱会，每一年最大的活动，犒赏歌迷的。对，然后会来最多的粉丝就几千人啊，然后场地很大这样子。场地大概在哪里？比如说国际会议中心，是没到那么大，再小一点，几千人，对，再小一点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要表演嘛，然后因为我们的歌曲很多，女孩也很多，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是有些轮流穿，所以就没办法量身定做。轮流穿。对，那我那时候就有分配到一首比较可爱的歌，是穿很像女仆装那样，然后会扣衬衫啊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拿到想说哇，这衬衫好紧哦，然后我就穿上去，但我想说没办法嘛，就是你这个儿还有紧的衣服啊？对，因为我们都很就是年轻小妹妹，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很紧，我想说啊，算了，可以穿得下，扣得起来就好。然后就这样上台表演，然后就很开心的这样各种唱唱跳跳。然后在 ending 的时候，就旁边团就突然这样子。
这样出来这样挡住我，然后我想说，他干嘛突然这样子挡住我，在是不是抢我镜头？不让你表现，对，就是抢我镜头。哎，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我就有一点傻眼，走开1388。然后我们下台之后，他就这样子，他就说你扣子爆开了，崩开了。然后我才知道我第2颗扣子整个这样子是大开的状态。哇，你有防护？幸好我那时候穿的是肤色内衣，所以远看男生可能会觉得就皮肤。哦，会觉得看到皮肤。对，会觉得看到皮肤。太兴奋。像那些粉丝他们那个相机的话术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们会有那个转播画面，官方摄影会这样拍嘛。哇，我整个不敢回去看那一段，因为我就是整个就是大爆扣这样，就是一个我完全不敢回忆。最不能爆的地方，最养眼的地方，对，当新造型也不错。对，可能就是新造型。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这个困扰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怎么样可以不要爆扣。我们就会在那个衬衫上面粘那个魔鬼毡，就会变得说，魔鬼毡还是会吧？对，比较不会，就是你举手的时候，它就通常可能你举手会这样爆开，但是因为有魔鬼毡，它粘住了。 OK， 这一套衣服啊？对，这一套，然后它衬衫那边超紧的。它看起来很安全，看起来没有，因为它扣子就可能很多人穿过，扣子就很松，跟洋娃娃一样。对，整好像萝莉娃娃哦。对，就是比较女仆装这样子。可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生身上的话，比如说 Rain， 根本没差，他想他性感。你在叫什么？你们到底是累的还是饿了？都有一点，又累又饿，对。我有一个超级尴尬的，因为我们有一群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呢，喜欢一个男生很久了。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决定要帮他助攻，我们就约了一个去 Villa 2天1夜的旅行，就一大群朋友去，男男女女这样。然后那个女生呢，因为她要终于今天好像可以是一个突破口。很兴奋，她就上网买了很多套泳衣，然后还寄来，就是请我们姐妹们帮她鉴定一下。哎，你觉得这件比较好，还是这件比较好？这样。后来女生们一致呢，都选了一件觉得很有气质、鹅黄色的泳衣。它不是比基尼，但是它也有镂空，所以就露得恰到好处，但是又不会太过头这样，不会看起来太刻意。对，就觉得很有女神感。然后那天呢，他就决定要穿那件鹅黄色的泳衣，然后我们就到了 Villa， 然后大家天气很热啊，怎么样就跳下水啊，开啤酒啊，玩那个什么独角兽游泳池的那个什么游独角兽是什么意思啊？它有那种独角兽造型的泳圈，很流行，在上面拍照必备。然后玩一阵子之后起来，那个女生就找我上来喝个饮料，然后她就从泳池里面站起来，然后我们其他泡在里面的女生看到她，全部跟着一起站起来，想说怎么回事？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女生一群团围住她，然后她就说怎样啦？干嘛啦？什么事？她还没发现。我们跟她说怎么了？你的泳衣太薄了，里面的颜色透出来了。哦，全透了。上下都透了吗？看到一些黑色森林的颜色。人会薄成这样啦？对，就他可能只是做给拍照用的泳衣，对，下水，结果整个就是你知道下面三角地带的颜色啊，或是上面点点小红豆的颜色什么，所以我们后来是怎么样？他一个人站在中间，我们旁边像一群女仆一样的护送公主们这样子，这多荒谬！一群人行迹诡异的把他护送回房间，然后我们就很怕那个男生有发现异状。但还好，但是那个女生回到房间大哭，她说太糗了，因为那个泳池有时候男生下去啊，怎么样起来，下面都看到，我在下面的时候其实都看到任何东西。如果你发现一个异性的朋友发生这种事，你会怎么做？叫女生去跟他讲啊，这怎么做啊？哦，哎，这个不错，还不错。这个怎么可能自己讲？哇，透明的。然后很兴奋。不懂。这个也是男生跟女生很大的差别。你看泳装就是女生全部都要遮好，3点都要遮好，对。但男生就是永远上面2点就是供人观赏，那下面他们毛就算从该逼插出来，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可是我知道有一些男生在打篮球的时候喜欢穿那种很松的短裤。
然后他又穿很松的内裤，对，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东西不小心岔出来，这样轮胎皮之类的，就是我也有在健身房看，轮胎皮是我有在健身房看过，健身房的他在胸推啊、肩推这样，看的吧？没有一个老外，他一个老外，然后就坐的比较低，然后在那边用力，然后腿很开啊，然后就从那个裤管的洞里面就看到一条蛇，没有看到蛇，但是就看到手，内裤里有蛇。不要跟小姐姐学，小姐姐的市场适合社会历练跟你们不一样。见多识广，你们大家一起在听啊，看过很多小朋友耳朵先捂起来。我说男生走光大概是这一种的。像我曾经有那种就是在台上也是表演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服装的造型是洞洞装，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那个 new bra 就是那个平口的，跳到变霹雳腰包，然后只剩下2条贴的，还好那贴的算紧，你知道吗？就剩2个蛙柜。对，就蛙柜贴在上面，然后那天的时候就觉得台下的人特别热情，你知道，因为手一直就后来才知道，回去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因为我们回去都会看一下那个状况嘛，就看一下那天表演，看谁出错什么，一看到哇塞，我怎么里面都是空的呀？然后洞，然后就是还好没有点出来。好有诚意哦。对啊，很有诚意。好愿意分享。很糗。这个东西变霹雳腰包，你们会不知道。没有，你在跳的时候，当下你不会有感觉。会吗？我也有过这种经验，我也是这个经验。小可爱是很紧的。没有，那个真的你跳起来，其实它是真的会滑。流汗的滑，难怪你们有些小可爱会做一个透明的肩带这样。对是不是？ ，New Bra 也是会滑的，对，流汗。因为我也是这个 New Bra 出事的经验。我有一次就是外面的尾牙的活动，然后因为我们的服装是2节式的，然后比较性感一点。然后呢，我的那件衣服是这种挖肩的，所以我就想说不要露出来内衣肩带，我就直接只有贴 New Bra。就开始跳嘛，跳，然后每个动作是有一个这样往下的动作，我就这样的时候发现，为什么那里有一个肤色的东西在那边？Oh my god， 肤色的东西飞出去吗？然后我想说不，我还在笑哦，想说不可能是我的吧，但是还是要确认一下。然后一个这样子转身的时候，我就摸一下，为什么我摸得到我的小葡萄？所以你已经激出了，你整个为什么我摸到我的小葡萄？太慢了。New Bra 不见你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跳的时候，因为流汗，你的 New Bra 全部都是汗，它滑掉了，它滑掉，你不可能会知道。可是你不是说它那个削肩的是很紧的？削肩的，它是这边紧，但是它下面是松的。哦，对，好可怕！然后我就摸到我的小葡萄了，然后还要跳哦，然后我还在想说，我一定要找个机会把它贴回来，不要让人家发现我的小葡萄。啊，对不起，这能捡回来就不错，你要贴回来。我就异想天开嘛，因为你想说有后面很忙，后面很可能吗？就在幻想嘛，就各种的时候，我在边跳边想什么时候要把它弄回来，然后一个转身，哎，它不见了，它不见了，去哪？被它去哪了？它在它的脚上。我的 New Bra 在它的脚上，哎，贴不回去了。我贴不回去了，那不行了我的小葡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要算了，假装没事，我就把它跳完，耶，跳完。然后呢，我们就赶快回休息室。结果我那个团员就说：“是谁的 New Bra？ 这是谁的 New Bra？” 掉一个掉两个。我掉因为它是一起的，它是一起掉，一起掉。它中间扣，中间有那个扣，所以要掉的话就是要不就是翻一半出来，要不然就是全，要不就整个全掉。哇，超尴尬，真的超尴尬。对，来第2个尴尬的事情。来，好，腋下亮相不得体。为什么？你们男生这样都没有关系，对不对？对。你知道茱莉亚·罗伯兹参加那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她只是忘了刮腋毛，然后就被全部网军就开始在那边发笑啊，就说哎呀怎么没有刮腋毛啊，然后好没礼貌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有另外一批女生出来声援她，就是说这本来就是女生身体原来样子啊，为什么要因为这样就去嘲笑一个女明星呢？什么什么？为了世俗的标准。对，声援她人都不刮腋毛，就是都这样。声援，用腋下声援，从此都用这样逛街。哎，你看那个房子怎么样？哎，我真的，我叫个车吧。我觉得好，这个空间概念不错。真的。我现在要讲的其实是我朋友，
都讲一定的。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就是那时候要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除毛了，镭射除毛，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一般你已经完全不会长了。对，已经完全不会长了。但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不会去注意到这种细节。比较特别是那次，我就是跟我朋友约，然后那时候我那女生朋友她单身一阵子了，已经蛮久了。然后那时候她就说她很想认识我一个男生朋友，她觉得那男生还不错，她就叫我特地可不可以约约看，然后当个朋友，就是做个朋友这样子，也没有说特地要交往，然后就吃个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啊，当下就大家都聊得很开心，然后而且还喝一点酒微醺什么，然后很开心。但是那时候也是因为天气开始你知道变热了，所以他就开始你知道洋葱喝酒也会热了，对，喝酒就开始热，然后开始洋葱式的脱衣，就开始脱，然后他那时候那一天也是特意穿了一个紧身的小背心，然后那小背心就是刻意有点点肉，一点点乳沟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拿出武器，对，拿出一点武器，然后你知道长辈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后来他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今天这样子。攻得非常好哦，就是感觉有在进攻的感觉。那后来之后呢，他就突然就是你知道喝多了，然后想要叫服务生的时候，他突然手一举手，他一举手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就立马看到，你知道，我就立刻你很把他压下来，我就把他压下来。他说干嘛？我要叫服务生，又换了另外一只手。他完全忘记了，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说。你的小平头，他说什么小平头，还讲出来什么小平头，因为喝多，你知道当下那个气氛，他忘记这件事情了，他是有一点点对渣渣这样，对，一点渣渣，你知道，就那小平头很尴尬，然后因为吃饭的时候一定会看得到。你讲小平头，他不知道嘛？你是不是刚退伍啊？什么？然后我看到那个男生朋友也是立马看到就然后就装没事，然后头这样撇开旁边这样装没事，然后后来之后他才知道的时候，完了，太慢了。就是已经让别人看到他的2只的小平头，然后露出来。然后你们男生看到这种真的会灭火吗？小冷了，不会很冷了，真的哦，不会很解了，因为都知道它很正常啊。除非有些像这真的什么镭射除毛什么的，都会长的，本来就对不对？本来就会。你心态算是蛮健康的，我很健康，真的很棒。但是后来我那个男生朋友其实是我女生朋友自己害羞就不好意思了。他就觉得他不想再看到他第2次，他觉得很丢脸，太尴尬。他觉得第一个印象不好，他就觉得后面很难。这么多男生，只有他知道我当过兵。完了，我被发现了。后来他真的就去镭射除毛了，很认真的去除掉，一劳永逸。对，然后连脚毛也是，他就注意到这些细节了。这一些是普世价值，还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上健康教育，还是你们的父母，还是你们的姐妹淘？会不断耳提面命提醒这些小细节，手指甲、脚趾都有。对，我没有成长在这种环境里，所以我也是长大之后慢慢看别人才学的，然后进到圈子里看到其他人这样子。所以没有人告诉你说要准备要注意指甲，要注意什么？没有，因为我妈妈也是不太爱化妆，然后也不太爱打扮的人，所以她根本不管我，她也不懂，所以我也不懂。化妆我是大学以后我才开始慢慢学。他就不认为你哪里有问题。我也不知道原来眉毛要修原来就是睫毛要夹，然后再弄那些都不知道对，厉不厉害？这是一门学问，要慢慢学。发现这个世界好广，有很多事要。可是因为我是舞蹈班，然后所以其实从以前老师就跟我们说，腋下跳舞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要修饰，不然你举起来的时候就会有2撮黑黑的在前面。然后像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就是对于腋下是非常需要去做保养的。然后我们跳舞，然后平常我不太会流汗，后来我发现有个地方非常会流汗，不管是你紧张还是说是你在练舞的时候，其实腋下是非常非常会流汗的。然后你比如说你穿黑色衣服，可能在你练习过程中好像是看不太出来，但我后来发现灰色跟白色超明显，超明显要这样，而且不管是男生，其实我觉得男生还有卡其色也是，对，就会整个2片这样子黄黄的、黑黑的这样子，哇塞，真的是很尴尬。然后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逛街，然后那一天我好像。就穿了个白色的衣服，然后在那边试衣服，柠檬这样好看吗？然后之后，我的朋友就直接冲过来说，云儿，你那个腋下注意一下，因为我2个腋下黄黄的，然后一直在选东西，但重点是为什么会黄黄？是因为我那时候发现，只要是喷香水，你香水跟那个汗融合在一起，它就会黄黄的。以前还喷在腋下，我会喷在就是这个位置上。对，然后你还在喷止汗剂的时候，这种3个东西加在一起，会体香不得了。它不只是
不会香，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怪味异奇怪的味道。女生的尴尬瞬间，举手投足好多毛。他就这样举起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这里为什么黑黑的？它有除毛哦，腋下会有皱褶嘛？皱褶是不是就有一条一条？然后它那3条就是黑色的衣服弄上去。对，有时候黑色毛衣有时候也会这样，就很尴尬。你就跟他说，哦，你是艾迪达赞助的。不得了，它不只是不会香，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怪味、奇怪的味道、怪味道，会有颜色沉淀。对，然后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以前不会用止汗剂，是因为我觉得那东西对我来说没有需要。可是后来之后，我发现好像越长大之后，不知道是毛孔还是怎么样，越来越容易流汗。对，然后就在球场的时候，你可能跳，然后就会腋下就好湿哦，怎么会这么湿这样？然后就会喷那个止汗剂。所以日本人有在卖一种啊，他们是腋下的那种吸汗垫，有用吗？哎，我看到有人在用哎，很好笑，我朋友有用，它就是像2片护垫垫在你的腋下，可是这样跳舞的时候不就会2片吗？不是，他汗太多了，他的那个汗呢，就是透过那个护垫的形状，然后从旁边去出来吗？那也太湿。他举手起来就是2个护垫在这里，然后旁边是那也要换尴尬。冬天不是都会穿发热衣嘛？然后有一些发热衣里面是毛的，材质不好的那一种。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就去录外景，然后我们要看看那边，看看那边，然后他就这样举起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这里为什么黑黑的？他有除毛哦，他有除毛，不是他的毛哦，那个是发热衣，对，棉絮。然后因为腋下会有皱褶嘛，皱褶是不是就有一条一条？然后他那3条就是黑色的3条。我就这样，他就举起来，然后就因为当时在录，所以我没有跟他讲。然后一回去的时候，我就这样。哎，你的腋下黑的呢，怎么样漂亮吗？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黑的？我说因为他说我有除毛，他就说，然后我就看，哎，你的发热衣是毛絮，你这里全部都黑的，你要不去洗一下？就很尴尬，很尴尬。对，我就很尴尬，而且因为自己其实不会，你自己有除毛，所以你就不会担心自己有毛，你就不会特地去看自己的毛。但是因为是衣服弄上去，对，有时候黑色毛衣有时候也会，对，真的会这样，很尴尬，也会卡在。现在看到3条，你就跟他说，哦，你是艾迪达赞助的哦。有人艾迪达的赞助腋下，他俩现在也是赞助腋下的，最新时尚，最新时尚，就此拿到代言，太前面了，因此来到代言，我是艾迪达的代言人。可以了，可以。来，我们的第3条。第3条，第3条尴尬什么？生理期突然来乱。这应该都是大家的，女生都有，只要日期算不清楚的，有或早或晚的，对，或多或少的，没错，对不对？这都会尴尬啊。对，来，尴尬的举手。都在这边呢。哎呦，小姐姐都不尴尬，都停了。我生理期没有来乱，我生理期不来了。没有，我这个月才突然有一个感触，就是以前都会觉得说啊，那个经血不小心露出来了，好尴尬哦，好害羞哦。但我就刚好这个月才突然想到说，哎，我再也不尴尬了，就是反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啊，就是可能你卫生棉没有装好，或者是你的卫生棉血量突然太选的不多，对。你一定要活到今年才知道。哎，我到今年才真正放下这件事，以前一直都是有一个，以前都会觉得啊，卫生棉要藏好，偷偷的去厕所换，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有一点。所以现在都这样去换的吗？你现在直接拿在手上这样啊，我要去换卫生棉了。是金牌的概念，因为你知道，比如说男朋友啊，或是谁的啊，知道拿出来之后就知道说，哦，不要惹他，不要惹他，对，脾气不好，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对，心情不好，低落。今天我就是女王大人。所以你们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过，应该有过吧？有过，都会有过。就像陈哥刚刚说的，有时候是要来不来，很尴尬；有时候是，哎，你前2个月是这个时间固定时间啊，后1个月又换了时间，因为可能压力大或什么，你其实算不太准。对啊，你们这个年纪本来就紧张了，就没办法，就是完不一样，对，告诉人命啦。
压力是压力的关系。我们就有一次，就是有一个香港节目，他找我跟我妹双胞胎一起去拍旅游的节目。然后我们那时候前期开会讨论啊，就说去一个海岛国家好了，我们来玩很多水上活动，有点像是这种企划。然后我们就说好啊，没问题。然后等到时间快到要订机票确认时间的时候，然后我看到那个时间，然后我就看一下，我上个月来的生理期来的时间，我发现完蛋，他下个月撞到，好像完全会撞到。可是因为那个水上活动，它是1-2天、2-3天全部都在玩水上活动，那其实是对我们其实是蛮大的影响。对，就只好请经纪人就虽然很尴尬，但是还是很直接的说，因为我们就是可能撞到生理期，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节目组也很 nice， 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还有另一个企划在准备，然后那就是可能去首尔观光而已，所以我们后来就换成对，可能就另一组去那个海岛国家，然后我们换成去首尔，就是觉得对，真的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对，不然会超级不好意思这种。所以我就觉得生理期有时候，即便我算可能蛮健康。每个月都固定，但是你只要一压力大，马上就会突然间时间不一样，对，就很困扰。而且你只要看到我们女生有时候笑一笑，突然有一种停下来的，就是表示热血正在打，真的，有一个大量就啪这样子，血在滴，所以笑一笑就突然停了一下，这样子，会那个瞬间真的放空，moment 会那个瞬间是感受得到，一直因为那没办法想象，没办法阻止它，你知道吗？对啊。虽然说什么你对于一个会流1个礼拜流血1个礼拜不会死的。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它绝对是地表上非常可怕的生物。我们当然真的。柠檬球场上见红，尴尬爆表，怒飙陈哥。就跳到一半，怎么有一股热流的感觉？完蛋，这个完全救不了没错，就有个女球迷，赶快给我一个外套，真的只有女生才懂，男生就只会在给指指点点，对不对，陈哥？对。我的是哇，这个超尴尬，在球场上发生的。哇，这个很精彩，这个完全救不了没错，而且我们的球裤都是白色的对。你们啦啦队这么多，突然间有一个去上厕所，人家也不知道啊。不行，他正在表演，我正在跳，一定会知道这个，因为我的那个好朋友都算是蛮准时的，所以那时候那一天就没有用护垫，因为如果太靠近的话会先用护垫，怕他突然来嘛。然后那天呢就跳到一半，发现怎么有一股热流的感觉，完蛋惨了。对，但是因为我都蛮准的，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是，对，就觉得不是，应该就觉得说，应该只是一般的分泌物而已，所以没有想太多，就继续跳。然后跳的时候还就是用一个动作来偷摸一下自己的屁股，然后这样，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红红的，然后就没有安全 ，OK， 继续跳，回去座位，然后还请那个。你是随时跳都在摸自己。检查一下嘛，对，检查一下，然后还做的时候还那个请那个队友这样，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红红的这样，然后都没有，好 ，OK， 继续跳，继续下一局，第2局跳到一半，我前面的球迷开始男生哦，男球迷开始皱眉吗？然后还稀稀疏疏点了，指我，然后我想说怎么回事？因为通常他们通常都是很认真的在拍你，他不会跟旁边的人在讨论什么讲话。这时候就有个女球迷，她就这样，柠檬，然后我想说怎么了？我就过去，她说你好像那个来耶，然后他就赶快给我一个外套，他说你要不要先披着？这真的只有女生才懂，男生就只会在给你指指点点、稀稀疏疏，女生就给你外套，对不对，陈哥？对。对，然后他就赶快给我外套，说你先绑着，然后我就想说，他都说我那个来，那因为是女生的讲的话，所以我就很相信，我就赶快冲回去，然后他说那个来，我说有没有人？对，所以卫生棉赶快借我一个，然后回去的时候上去开始看厕所，一脱下来，我的内裤全部都是红的，那怎么办？你是白裤子？对，白裤子，裤子也沾到，重点是我还有穿丝袜，丝袜侧边也都沾到红红的，很精彩，非常精彩。然后还好，因为我们的那个休息室柜子都是有备用裤，赶快换，然后就赶快再上去跳。然后因为再上去跳，你还是会很害怕，会不会再次流出来？因为那个是别人的那个卫生棉，就是不是我平常用的。然后我就跳都很小心哦。然后那时候就是跳觉得说，这款卫生棉好像还不错哦，感觉就是蛮软的，很舒服。然后我再跳，然后就忘记这件事情，跳到一半想说，
我的量因为是第一天来，其实刚刚那么爆，其实非常非常多。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不是跳得很大力，那时候还被人家说柠檬今天在划水，是划水小跳，薪水小跳。对，后来回去看留言，有人说我在划水，气死我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好像没有那种湿湿黏黏的感觉，我就觉得还不错，表示吸收的很好。对，然后我就回去就是问我那个队友，我就说，哎，你那个卫生棉可不可以多给我几个？我想要知道是哪一个的，然后我回去再多买几个。后来你都用这一款？对，后来我就都用这一款，因为其实以前我选卫生棉的时候，我就看到架上，哎，这个漂亮，好买这个。哎，这个外貌协会，外貌漂亮，而且包装很漂亮，对，就拿出来的时候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尴尬。对，它就是口袋式的。有包装看起来很尴尬的，有看起来就很医疗感呐。拿出来是卫生棉，对，那有就很可爱，很像只是要去补妆的那种感觉，好像湿纸巾啊，对，梳子巾，对，梳子巾，对，然后以前还会便宜买，哎买一送一买，对，通常以前都是这样子，以前比较没有在管什么触感呐，没错，这种吸收量啊，那感觉差很多的，差很多，所以用了别人的才知道，但我一定要分享，因为分享给你们，因为真的超级厉害。你这有带来啊？我有带来，哪一家的？你们先摸看看，因为它是很薄超薄哦，因为它是日本革新超舒爽表层零触感。为什么说它是零触感呢？因为它只有0.1公分，真的。你们打开看看，你们摸看。你把它开了。我可以开麦的，还是要试用看？没有。你们摸看看的就好了。它0.1公分，超级薄，超舒服。这么薄不会就是吸收不好吗？我跟你说，它有独家的超能吸锁水片设计，它是独家的，所以它是一般卫生棉的2倍吸水量，所以你突然像我这样爆多的量，你都不用担心。对，它超级厉害，因为很薄，你就会觉得很舒服。有时候会觉得一般的那种卫生棉会觉得，哎，这里卡卡，那里卡卡，对，所以这个就很舒服。那这个是我日用的。那像到晚上的时候，加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睡姿不是那么的有气质。那这夜用的也很厉害哦。我这长得很具体哦。真的有具体，大概38-40公分，差不多。超过1尺啊！一定要。夜用一定要这么长。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它会怎么。对，因为你有可能梦到你自己在 disco 啊，要跳，醒来之后，哎，床单也要换了，真的。对，那这个夜用卫生棉它是棉质表层，但它还有超能吸。你醒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床单不用换，因为它有防漏设计，所以后面有加宽。对，它还有那个超服贴你的臀部，所以你就算梦到你在 disco， 你就给它跳下去，给它大胆的跳下去。你醒来，你梦里开心，你醒来更开心，床单都不用再换。是不是像小朋友的那种内裤一样？那个尿布有点像，但是它有一个防漏的这样子旁边。对，它旁边会防漏起来，有个包覆感。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女生都会有的，还有什么？因为有一个会有一个对，没错，需要我们会有排卵期，就会有护垫。那我们就要用护垫的时候，你会想到护垫女生最在意的是什么？透气，对，透气，常对，没错，它做到了。那再来还有抗菌护垫，抗菌，因为女生很在意，对，尤其夏天的时候，没错，那它也做到了。还有女生最在意的消臭，对，味道消臭，没错，它也做到了。所以你在意的，它比你更在意，那你就会一整天就是不黏不腻，私密处就非常的舒服，一整天。谢谢推荐，是需要喜欢这种朋友了，你知道吗？就是需要你拿出来都为了分享。对啊，是我收的。对，他们还用得到他们。我们用到护垫，我觉得超薄很赞，超薄很厉害，很棒。你这么身边都要备一些这样子，有朋友需要对，没错，对，当的朋友。好了，化妆卡关球爆，把与化悲愤为力量。化妆的人一定都会遇到的超尴尬时刻，就是牙齿沾到口红。有的人就特别会沾，我就很容易沾到，因为我上唇比较薄，所以我一下对，门牙就是有，这就变成个人特色。很好最后一条，男生不懂得尴尬来，女生们才懂得，妆容保养问题多。哇，
这就没办法了。你们因为女人悦己者容，所以你们得要有点准备。有点准备刚。刚讲到了，化妆是礼貌。对，这个在日本、韩国，我想他们早就推动了。对，而我们台湾其实化妆的年龄也是不断下降，对下修了。以前是高中毕业才开始现在化，国小6年级就开始化国中生就在化妆了。的，其实妆你能够化得早，那你除非清洁做得好，对，保养，要不然在这个青春期你化一堆，你反而更惨。对，我就看到清洁保湿防晒。我在一个外景去了一个高职，有表演科的高职，不要讲哪个学校，然后我在新店，算了，不讲。我看到那个同学，那是好多年前，他也毕业了，就是他明明长一堆痘，给他妆化了个老厚的在那边。他想把它遮起来，不了解自己的，那这个绝对遮不住的啦，那些他整个已经不平他应该了。先去处理脸上的青问题。春期一定会有很多痘痘。那这种就是恶性循环呐，那用妆来盖，那你乍看到妆，你看不到皮肤质，可是肤质透亮才是个最迷人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女生化妆很多都是只在乎在脸上的这几个部位，皮肤啊，或是眼睫毛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姐妹们，头发也是你人个妆的一部分。第2张脸，对，因为我的头发呢，我在前面刘海的这个区块有一撮有白头发。所以我那边就是常常要去定期补染，但是有时候只有那一撮，对，只有那一撮就长在前面。是不是有一种这种洗头边洗可以边染的那种泡染？但是那种会卡色在其他的头发上，所以一般来说设计师比较不建议用那种。反正就是定期要去补染白头发，但是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比较忙就没有去，然后就是发根就长了一点出来。然后，但是我有一个蛮重要的婚礼要去参加，也是圈内好朋友的婚礼这样。然后就想说，好，那反正我就用那个发粉盖一盖，就是那种咖啡色或是黑色的粉扑，这样它是有颜色，就是稍微救急这样盖一盖，然后就这样扑好，好像没事了 ，OK 咯，好，我就出门。然后你知道演艺圈的婚礼很盛大，对吧？大家都精心打扮啊，这样。然后我就到了现场，然后就有另外的姐妹就问我说：“彤，你最近出外景哦？”我说还好啊。他说你最近晒太阳晒很凶哦，你那个斑都长出来了。我说没有啦，我本来就有雀斑。我还想说是不是我最近那个可能今天遮瑕遮的比较没有那么厚，所以就看到雀斑。你今天遮的很好的，你觉得呢？你今天只有一点点而已啊。现在雀斑是一种流行，对啊，雀斑好可爱。对，就我本来就有很多雀斑，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是因为今天妆比较薄的关系，没有啦。他说你还叮咛我说你那个防晒要做好，你那个真的越来越多了，很明显。然后吃饭吃到后来，大家叫酒酣耳热之际呢，我想说我可以要去钟离去厕所喽，这样。然后一到厕所照镜子，我才发现，盒子雀斑，我络腮胡都要长出来了，怎么回事？我那个发粉呢，就沿着我这个飘逸的头发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粘到就是前面刘海这样，然后它就这样一直点在我的多到，然后我的颧骨这边全部都是黑黑的，一点，这边也有，然后刚好在然后我雀斑。刘海再长一点的话，我旁边这下巴腮帮我都要点上去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发粉这件事情，各位女孩们下手请轻一点，小心心的，要不然你就是自己一定要再喷，再把它固定住。这长得好像至尊剑哦。太恐怖吓死黑道机上哦。黑到无机上，然后你知道那个发粉粘到妆上面呢，你又不能这样子把它抹掉，会有一个人没掉胡子了，很麻烦，好尴尬哦。女生的头发，其实男生头发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因为不同的头发会造成不同的感受，是，所以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头发蛮重要的。那女生还搭配刘海嘞，对，还搭配发尾设计嘞，对不对？啊，是什么样身高搭配什么发型，然后还是有学问在里面。脸型啊什么的都有讲究。我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只要有化妆的人，一定都会遇到的超尴尬时刻，就是牙齿沾到口红。这一定这个避免不了吧？对，就是避免不了。但是我有一
次有个超尴尬的经验，我们那时候就是3个人要一起出席一个就是手机品牌的开幕活动，有点像一日店长一样。然后我们就去，然后就说啊，那你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后开始哦。然后就好悠哉的坐在那里涂一下口红，补一下。然后我在刚补完之后，工作人员突然冲进来说，不好意思，我们长官来了，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出来跟长官拍一下照？然后我说好，长官没办法，那赶快就是大家放下，我也没检查我到底涂了怎么样，我就这样嘴巴抿一抿，就跑出去跟长官拍啊，这个产品这样拍一拍，然后招牌下面拍一拍，然后因为一日店长嘛，有粉丝会来啊，粉丝也拍一拍，然后结果拍完之后回去，团员看到我牙齿，他发现你牙齿上面有口红，完了，那就等于你知道刚刚所有的照片，我牙齿都有口红，我真的超尴尬，然后没有人讲。没有人讲，因为那时候太紧急，然后大家都面对前面在拍嘛，就没有那个机会可以。那要怎么样才不会有口红？有一个方法，我后来有研究，就是呢，你拿一张卫生纸，你要这样折抿一对，下，然后你把那个里面那一圈的口红先弄掉，对，就会比较不容易沾到。哦，靠嘴唇内侧。对，把靠嘴唇的弄掉，尽量留外面的，就比较容易。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对，哎，像这种就是弄掉以后就不会了吗？就比较少，真的比较少。没有啦，或者是真的没有卫生纸的话，这样好大一片。对啊，就是没办法。然后我真的不能，然后我就是传讯息跟我粉丝说，你们不准让我看到我有口红的照片，你们帮我 P 掉，就是用那个白白的 P 掉。对，因为这个 P 还蛮容易 P 掉。赖维如见猎欣喜，开心过头反出糗。吃饭的途中的时候遇到有厂商来嘞，什么？我说什么有衣食父母来了，我就立刻想说要来补妆，都下手的时候可能有点重，然后就嗨，好久不见，大家好尴尬。然后那个厂商也很尴尬的看着我，就说最近有流行什么新的产品是我不知道的吗？我说我不要看到这些照片，对，不然真的太尴尬，很容易沾到很容易，而且极容易有时候看到也很不好意思跟旁边的人说，因为他可能就是正笑得很开心，或者是跟讲话聊天很开心。不好意思说。对啦，现在都好意思对，但是我们还是会说，因为真的太必须讲啊，必须有讲。照片一流出去就几百张了。真的，对啊，一辈子还是要说了。还是会说了。但如果说已经上了唇蜜或什么东西，我卫生纸也先沾了一下，让它不要这么浓这么亮。对，可以。有没有可能再铺个什么定妆的粉呢，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关键是靠近牙齿的嘴巴，对，不是外面，特别是门牙，对，跟唇型有关系，对跟每个人有的人就特别会沾，但有的人就还好。哦对，跟你自己的长相有关系。你是说嘴唇外翻吗？牙齿特别靠近嘴唇，然后就是你又涂的比较里面。因为像我嘴唇比较真的是比较烦，比较嘟一点，所以我基本比较上少吧，不太会遇沾到。我就很容易沾到，因为我上唇比较薄，然后又比较内卷。它也是上唇比较薄。对，我也所以我一是很容易。笑哦，对门牙就是有，这就变成个人特色，很好啊。就接受它，拥抱它就好了。舔一舔喽。人家谁规定漂亮的美女就唇红齿白？我不能唇红齿红吗？不行吗？不行，帮你当外的人。对呀，我以前有吃槟榔，不可以吗？导播刚好看他跳一个镜头，跳一个有吃槟榔的。这太针对性了。没问题没问题。 ，OK，没事没事，放心，大家都有这个困扰。我不会讲。来，赖慧茹，是，我觉得化双龙妆你在乎什么？你怕看起来不够高而已，还在乎什么？没有，我觉得化妆有时候也会常常出差错，尤其是像我们出外景的时候。你会出差错？会啊，你耶？因为你在车上化妆的时候，你那个灯光的那个灯光啊不准，对不对？不准，很可怕，你知道吗会不匀啊？对，然后而且像以前的那个镜子啊，就是虽然说有灯，可是那个灯呢都是白光，就很可怕。所以你常常一化完妆之后，就是跟你照镜子的时候，出去的时候看阳光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像有一次我就是出外景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就4、5点，然后那时候冬天，所以天气是黑的。然后在路上化的时候，可能又是睡眼惺忪等等的这些的，所以我那时候下手的时候可能有点重。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一到现场的时候，一下车，然后天光已经亮了，然后我们经纪一打开门，还有工作人员打开门，哎，下车喽，下车喽，然后一看到我就弹了一下，怎么有金童玉女啊？容易激烈，腮红、口红我都只下得好杀人啊重，手很
很重，你知道吗？就什么都是重点了，就是我的脸全部都是重点。既然你已经来了，妈祖人在哪里？来给大礼喽！你都到了，妈祖人呢？对。超坏，他就说我像金童玉女，然后我照镜子看到也自己吓了一跳，就赶快把你知道腮红擦淡啊，口红擦淡啊，眼影用淡啊等等的，就觉得很糗。所以有时候灯光真的很可怕。对那应该是你小时候。小时候对，应该是10几20年前。对，但是近期也有一个，近期也是有个非常丢脸的。那一次也是，就是工作完的时候，就跟朋友工作完，然后就跟那个经纪人，然后去吃饭，然后就是在摄影棚附近吃饭，然后吃饭的途中的时候遇到有厂商来嘞，什么？我说什么？有衣食父母来了，然后他就说那赶快去打个招呼，眼睛一亮，对，然后赶快去打个招呼，所以他那经纪人就是还没有等我，他就立刻站起来就要去打招呼，但是因为我想说一定要给人家好的印象，就想说我要立刻来补妆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想说要来补妆，但是我那时候手上拿的就有这种蜜粉，就是我忘了带我的粉饼，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我一补的时候，哇，粉压着粉，然后我没有注意到，然后我就这样拍，然后很急，然后也没有地址，我就这样走过去，然后就嗨，好久不见，大家好尴尬，然后那个厂商也很尴尬的看着我，就说最近有流行什么新的产品是我不知道的吗？我就什么意思？厂商挺幽默的。你的那个粉就是好像有点多，我就后来很紧张，赶快拿着我手机看，哇！我一看到说我在吓坏，想说天哪，我怎么粉扑了这么多？你这个要跟他讲说，哎呦，我昨天去烤肉，烤肉架弄到了，真的超糗的。我那时候，因为有时候拿粉扑真的是。要好好的补妆，就是你知道，就是要拿个镜子对检查，真的要检查。对，看到没有？小姐姐示范的多清楚。你现在可以体会吧？我们女生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啦，我这个节目都做这么久了。对啊，我们有心理的，我们有生理的，我们有社会期待方面的。有时候我们女生的心态也不是要男生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光是女生出门前，如果打扮时间稍微久一点点，男生不要碎碎念这种小事情，就已经可以减少很多的摩擦跟争执了。真的，我是觉得你们平常女生自己啊，常常互通有无啊，也可以分享一些快速能够完妆的一些动作。如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吗？因为我们就有听说。她怎么那个女生化妆花10分钟啊，花15分钟啊，她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出门，妆发带妆发服哎。你如果可以出一点钱让我们去做医美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花10分钟就出门。对啊，我们也可以啊。对啊，眉毛都雾好啊，唇都雾好，睫毛也接好了，然后唇也雾好，对。男女间的相处啊，最重要的啊，就是相互理解、尊重和体谅，对，还有支持，对，好不好？好，祝福大家女王大人，下次见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